陈叔，您对这个高玉良有什么看法？我是觉得，他和高小晴的那些事儿，不会是空穴来风吧？群众议论的这么多，不会都是没影子的事儿吧？哎呀，高玉良这个人怎么说呢？本质上是不坏的，要坏也是赵立春给带坏的。那社会上传他跟高小琴的关系，有人说是他的亲侄女，有人说是他的亲闺女。我问了，啥都不是。您没问问他，高小琴是不是他的小三儿？这可能吗？我跟你说啊，我别的不敢保证啊，但有一点我敢保证，这个人呢不贪财。你看他跟高小琴搅和这么多年了，你见过他大把大把的敛财吗？没听说过吧？他这个人呢，爱权不爱钱，这是我对他最基本的看法。他可以拉帮结派，但绝不会四处敛财。祁同伟也这么说过，他说高玉良要的是接近无限大的权力，金钱对一个人的欲望来说只是最浅层的，权力则不然，权力可以制造秩序，金钱也要在权力的支配下运转。高玉良这个人呐，太看重权力本身的魅力了。大学出来以后，他跟了我一阶段，他说过这么一句话，他说过，把权力变成钱的人，那是贪官。他要用权力改变一个人，改变几个人，甚至要改变一代人，这才是高玉良。陈叔叔，高玉良和你想象中的可能不太一样了。他就算不爱钱，可他爱不爱美女，或者是别的呢？这么多年了，位高权重，那么多的诱惑，他能把持住吗？我觉得他和高小琴的关系就很不正常。那几张照片不是 P 的，还有吴法官对他的看法也令人生疑。敌军围困万千重，我自巍然不动。大丰公司20几个对公账户被法院查封了，我们硬是靠着这几百张银行卡硬撑了1年多，才没让这1000多号工人下岗。照你那么说，咱政府还得给你和蔡成功发个大勋章呗？大勋章就不必要了。你觉不觉得我们这样顽强不屈的精神很让人感动？你们啊，这是在钻法律的空子。咱们不说这些了。刘会计，这么多张银行卡是怎么办到的？你哪里有这些人的身份证啊？这些人又是些什么人？是大丰厂的工人吗？当然不是，厂子里经常欠薪，用了他们的身份证可要出岔子的。我用的都是外地民工的，还有一些外地的亲戚朋友。至于侯亮平的那张卡，可能是蔡成功弄到了他的身份证复印件。不会吧？办银行卡不是需要本人身份证的原件吗？那是你们小客户，像我们这样的大客户根本就不需要。那些小地方的银行、信用社都求着咱们，根本就不需要原件，而且还上门办理。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？我这是在帮他们拉存款。还有，那个肖邦玉，我听别人说，这个人很耿直。我发现你这孩子看人太简单了。有人呢就是假憨厚，有的人呢假正义，他呢就属于假耿直。据我了解呢，这个人很爱财，而且呢敛财有道。行啊，猴子，你现在了解挺清楚啊。他设的局让我下岗了，我还不好好调查调查他。他不是说我收了1箱中华烟吗？我查了一下，他也收了1箱中华烟，而且呢，他让给他送礼的人去卖烟。别人把卖烟的钱给他，没有去拿烟，他又拿这箱烟接着卖。你说他这人多贪财啊！这个我知道，我也向老纪和高玉良反映过。老纪的意思呢是严肃处理，高玉良呢说查无证据，完了就给压下来了。后来这个人呢就离开这个省检察院了。
到了。微信来了，啊，他们找到侯亮平的银行卡了。快传给卢伟科。是这张卡吗？是出租屋里找到的，那就是了。侯亮平有没有从这张银行卡里面提取过现金？我肯定的告诉你，没有，这是我们财务用来发工资的。谢谢你的配合，尤会计，谢谢。尤会计，你也可以去旅游了。我们办需要几天时间，希望你能够理解。理解，我理解。汉东干部的腐败，他赵立春负主要责任。我不否定他在改革开放当中做的贡献，但是后来他腐败了，拉帮结派，破坏党的威信，害了多少干部啊！哎，陈师叔，那您这些事儿和巡视组说了吗？说了，我对组织我这襟怀坦白啊！我还跟他们说呢，我是前任的反贪局局长，啊，遭暗算，现在不死不活的躺在医院里，啊，新上任的反贪局局长又遭陷害，这说明什么呀？说明汉东的腐败势力强大，不能掉以轻心。谈了好长时间，他的态度很明确，听明白了吧？听明白了，谈得不错嘛，意料之中。瑞金书记啊，谁来监督沙瑞金也在你的意料之中吗？也算是吧。人家一学习敢顶着压力拆掉赵家的美食城，就不敢按中央规定对咱们提要求啊？怎么样？我说这一学习不一般吧？是啊，现在啊，像这样不为上，能够坚持原则的同志啊，很少了。哎，这社会上还有人编排我这新书记的段子，说一学习是我沙家帮的得力干将。好，这得力干将一上来先干我。哎，这是好事，说明我们用对人了嘛。没错。老田，你是省纪委书记，我是省委书记，咱们这就同级监督了啊！今后学习、工作、生活各方面要对我严格要求。如果纵容我，那你最后就是害了我。好，这都是我心里话了。116事件发生前，蔡老板去北京找过侯亮平，确实是带了1箱中华烟、2箱茅台酒去，但是他只留了1瓶酒。据说还有1万块钱现金，是给侯亮平儿子的。侯亮平也没有收，弄得蔡老板当时还挺难堪的。那烟和酒是你带回去了吗？是啊。哦，这烟和酒都是假的，高仿。从北京回来后，蔡老板就叫我给处理，我就交给我家旁边的小烟酒店里寄卖。问他寄卖店的具体地址。那个烟酒店的地址，请你告诉我们。在荆州市，河西区临夏路，教工小区北门左手。小老板是个女的，姓林。哎，你们一提我，他就知道。你说这事闹的，烟和酒是不是赃物？要是赃物，我赶快拿走。假的，卖不动，还和别人吵了几架呢。我早就让大风厂的钱师傅来拿了，他就是不来。喏，都在这里了。那这些货我们就拿走了，这还真是赃物。同志，我们可不卖假货啊，这是帮朋友寄卖的。知道，这是收条，你收好了，搬车上去吧。咱们越是位高权重，越是当一把手，就越是要牢记党的宗旨和自己的权力来源，
越要摆正自己的位置，得做到一尘不染。只要你省委书记能做到，下面的干部就更应该做到了。当然，大家在一口锅里吃饭，要实行有效的通缉监督有难度，这也是事实。据我了解，这些年一把手腐败的问题，就很少有通缉纪委主动报告的，是不是？是的，这一点呢，我深有体会。我们下面有些纪委干部呢，在听取汇报的时候啊，当谈到通缉班子的问题时，他们甚至会说：“哎呀，行了行了行了，你看你这个同志，某某领导的问题啊，就不要再谈了啊。我什么都没听见啊，你看看，这不正常，得改变。以后就从我这省委书记做起，怎么样？”好。喂。啊，老纪啊，正要找你呢。侯亮平的问题调查的怎么样了？今天的动静闹得有点大呀。是啊，沙书记，我们的对手可以说把能用的手段都用上了。从今天早上开始，又是监听，又是遥控，围追堵截呀。可他们最终还是失算了。沙书记，在这件事情上，我们真应该感谢我们的老检察长陈岩石同志。他发动了大风厂的工人帮助我们办案，所以啊，很快就把大风厂的那个会计和司机找到了。侯亮平的问题彻底查清楚了，是不是对手诬陷呢？是，沙书记，您和田书记的判断完全正确。当初还有人逼我误导我呢，看他现在怎么说。是啊，沙书记，我正要向您请示呢。侯亮平这件事要不要向高玉良汇报啊？汇报啊，怎么能不汇报呢？他是省政法委书记。好，沙书记，我明白。好，叫侯亮平到我这儿来一下。好，我马上通知侯亮平。钱叔叔，你说我干什么？我这不是没事吗？哎，季检察长，侯亮平，我现在代表组织通知你，你的问题彻底查清楚了，你的假期也应该结束了。现在马上去省委，沙书记要找你谈话，可能是布置下一步工作。哎，好嘞，陈叔叔，王阿姨，哎，我这假期呢算是泡汤了。刚才老季给我打电话说，沙瑞军书记要找我谈话，布置下一步工作。哦，别介，那也得吃口饭呀，不能饿肚子。就是吃完饭再走啊。行，我吃饱了再走。好。哎呀，那你这一解脱，我不是也得回中央刑事组报道去吧？看来咱们假期都泡汤了啊！来，真是，来，来，咱吃饱了行，啊！那我不客气了啊。哎，好。郝连平同志，自即日起，你停职反省，接受组织调查。如果一个人连自己的亲朋好友都不愿意帮助，那你还指望他为广大的人民群众服务啊？如果我们的干部都是这么有情有义，给自己的亲朋好友服务，那么这个社会还有什么公平公义可言？哪来什么绝对的公平啊，亮平？我宣誓，忠于国家，忠于人民，忠于宪法和法律，维护公平正义，维护法治统一。我认为岳飞啊是不愿意揣摩上意。我现在代表组织通知你，你的问题彻底查清楚了。沙书记在里面等着你。好。沙书记。侯局长，
我要是不找你，你是永远不会来找我了。沙书记平时工作这么忙，我怎么敢随便找你呢？所有人都是这么推脱的。坐，好，坐。你虽然没来找我，可是季昌明来找过我好多次。你这位老领导，从一开始就不相信你有问题。当然了，我也是不相信的。我们认为你是被对手给诬陷了。事实证明，我们的判断没错。高书记，我来向您汇报一下侯亮平的事儿。这2个证人，大风厂的司机和会计都找到了，银行卡和烟酒的事儿也查清了，侯亮平确实是被诬陷了。这2个证人是在哪儿找到的？我们的邻省。齐厅长向我汇报的时候说，这2个证人找不着啊。齐厅长可能忘了司法拘留了，这还是吴法官想到的。你说这个吴法官，我当时给他打电话的时候，他什么也没跟我说呀。这您不能怪他呀，保密是我们干司法的职业病啊，我也有这毛病，怕坏人钻空子。哈，跟我还保密，可以理解。但是你想想，这举报人蔡成功是侯亮平的发小，他会故意陷害侯亮平吗？是不是故意陷害不好说，现在正在查。但是，诬陷就是诬陷。蔡成功，现在你还有什么可说的？周检察官，其实我说的这点事儿，你们一查就查清楚了。那你既然知道，为什么还要诬陷侯亮平局长？蔡成功，你现在已经涉嫌了新的犯罪，诬陷罪，你知道吗？周检察官，我不这么说不成啊！我儿子有危险呀！你儿子又有危险了，又跟我们说故事呢？我没说故事，这是真的。就这程度跟我说的，就是原来光明区那个公安分局那个局长。沙书记，您和国副书记是不是还等我到省委找你们海员叫屈呢？怎么会呢？我一个侦查员出身的反贪局长，如果连自证清白都做不到，那也太无能了。再说了，还有陈岩石、吴法官和那么多的群众帮助我。你越不来找我，我对你就越有信心呢。哎，喝什么茶？红茶还是绿茶？都可以。那就红茶。武夷山的慈心园，一个老战友刚送的。好。白秘书，书记，2杯红茶。哎，好。坐。那时候我还想，这个侯亮平可千万别来找我，他得挺住了。他如果冒冒失失的来了，这一定会传到他的对手的耳朵里去。那赵瑞龙、高小琴，没准在境外就不回来了。那以后还得追逃，麻烦。我差一点就来了，可我那位高老师一直盯着我呢。你既然提到了那位高老师，那咱们今天好好聊聊他。沙书记，我也该向您和省委正式做个汇报。好啊，既然一切都查清楚了，我最得意学生能够平安着陆，令人欣慰啊。是，说实话，当时我对那些举报材料根本就不相信。你也知道，他毕竟是我的学生嘛，我对他还能不了解？是，您当时就对我说，当时啊，我真的是没办法，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堵一些同志的嘴嘛。理解。现在还有人说，我当面找到沙书记，是逼宫呢。你想想，我还想整死我自己的学生。是。现在想起来啊，倒是你们那位肖刚玉，在逼我的宫。高书记，怎么又成了我们的肖刚玉？肖刚玉可是只认您不认我呀。行了，既然事情都过去了，都别说了。好，高书记，我向您请示一下，侯亮平是不是可以恢复工作了？侯亮平的问题嘛，
这样吧，你看，是不是请示一下沙书记再说？沙书记那儿就没有这必要了，他正和侯亮平谈话呢。是吗？侯亮平不是想调离汉东吗？现在他问题查清楚了，我想是不是沙书记又不想放他走了，正做他的思想工作挽留他呢？当时要把侯亮平调回北京啊，也是沙书记的提议。哦，是为了保护侯亮平嘛。现在既然一切都查清楚了，我看还是这样吧，让他留下来，你说呢？这要由你们省委做决定了。好，这么说，高玉良是陷进去了。是的，不光这3张暧昧照片，我们侦查过程中，许多线索和迹象都显示，高小琴和祁同伟的很多事，都和高玉良脱不了关系。他跟赵玉春的儿子赵瑞龙也有关系吗？当然有关系。赵瑞龙的水上美食城和吕州的房产项目都是高玉良批的。高小琴最初也是在赵瑞龙的房产公司起家的，当初是公司的礼仪小姐。高小琴的山水集团跟赵玉春原来的秘书刘新建有交集吗？有交集。高小琴、刘新建、赵瑞龙相互勾结，涉嫌侵吞汉东油气集团国有资产。不过，主要嫌疑人刘新建还没有突破，有些事现在说不清。我听季昌明汇报的时候说了，你被停职，有人向刘新建通风报信。所以，刘新建这位做过赵立春秘书的特殊人物，又充满了幻想。那就打掉他的幻想。你要尽快的突破刘新建。我跟你交个底，中央对我们汉东省严峻的反腐斗争形势非常重视。我上次跟你说的“上不封顶”，不是一句空话哦。我明白了。那去继续你的利剑行动，兵鬼神速。是，沙书记。沙书记让我们继续利剑行动。我已经准备好了，你马上就去郊区的看守所。郊区看守所？突击审讯刘新建呀，陈群芳已经在那儿等你了。怎么把刘新建关那儿了？吃一堑长一智啊！上次审讯失败以后，我把刘新建换了一个更保险的地方，避免再出现意外。周到。齐厅长吗？嗯，我是高玉良。高书记，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啊，省检察院把那2个证人全都找到了，现在侯亮平的问题彻底查清楚了。你在听吗？啊，我在听玉良书记。你这位老学弟现在是清白的，没有任何问题了，啊，我们都应该为他高兴，是吧？太好了，玉良书记。高玉良心中有种不祥的预感，他把报警电话打给祁同伟，就是相信祁同伟应该有所行动，毕竟他还在公安厅长的位置上。高玉良知道，这一条破船上的所有人都得准备好事了，包括他自己，免得将来死得太难看。高书记，纪委田国副书记，请您过去。哦，我知道了。昨天就跟他们约好了。啊，小何，明天政法工作会议上的讲话，你再给我整理一下，有好几处我用红笔圈了一下。整理完了之后再给我送过来。哎，你去吧。那2个证人现在在侯亮平的手上，他摆脱我们的控制了。
这个老纪，还有陆一可，他们也太他妈狡猾了。说那些都没有用，赶紧想办法把屁股擦干净。这个蔡成功一定会变卦的。你那边有麻烦吗？不会，又不是我直接找的蔡成功，我早防着他们了。再想想，有漏洞要马上补上。是，那肯定得补上啊，得补上。你怎么这么相信程度啊？你跟他什么关系？我们俩就一般的关系，就是当时我们都在光明区，我托他给我捞过一个嫖娼的老板，就这么认识的。这程度托一个看守带了一封信给我，问我跟侯连平到底什么关系，我就如实说了。看守不满意，让我回去再好好想想。看守，程度没有直接和你谈吗？没有。那个看守叫什么名字？我真不知道那看守叫什么名字，他不是我们那监区的。报告，进来。赵局长，出事了，发生劫持人质事件。哪里？彩湖小区。出警了吗？都过去了，包括狙击组。走，去看一下。大家让开啊，有人坐。后退啊，后退啊。你好，王队长。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目前这个现场是什么情况？嫌疑人劫持了一名10岁的儿童，在6楼，嫌疑人情绪很不稳定，你安排吧。好。举手，立即占领制高点，做好准备。一旦凶手伤及人质，立即果断处置。王队，汇报一下情况。少局，现在是这样，劫持者叫王文哲，是原大风厂下岗的工人。被劫持者是原厂长蔡成功的儿子，今年10岁。蔡成功的儿子今天中午放学回家，拿钥匙开门的时候，王文哲突然从楼道里边冲了出来，劫持了人质。完毕。我哪知道会发生这种事啊！这孩子中午一般不回来的，警察同志，请快救救我的孩子！大姐，您先别激动啊！我问您当时在什么地方？我就在家门口小区的美容院做头发呢。第2次，就是押我回去的时候，那个看守又来了，塞给我一张纸条，那纸条是我老婆写的，上头就2句话，按他们说的办，要不然儿子会有危险。你说这我能不这么说吗？他们弄死我就算了，我不能把我儿子搭进去啊！所以说，程度提审你的时候，你就诬陷侯良平了。不是程度提审的我，是检察院来人了，来了2个，其中有一个检察长姓肖。周检察官，我也没想诬陷侯良平，你知道我们俩的关系，我们俩发小，他要对我这么好，我诬陷他干嘛呀？我再说了，我说的那些事儿，你们就随便一查，肯定就能查清楚了，肯定能给猴子一个清白。我也知道蔡成功愧对工人，可我有啥办法？我该办的都办了，人家让我写条子，我也写了。什么人让你写的？黑社会，让蔡成功按照他们说的去做，要不然儿子就会有危险。求求你们，快救救我的孩子！赵局，劫持者想见陈岩石。见什么见？让谈判专家上。少局，他不愿意和谈判专家谈。他说见就见。少局，现在劫持者情绪很不稳定，我们担心再这样下去，情况会恶化。好吧，我给陈老打个电话试试。老陈啊，我说啊，你明儿去医院跟儿子说一声，这亮平解脱了，这可是大事儿啊，让咱儿子也放心啊。要我说，这人呢就不能干坏事儿，
干了坏事儿，早晚得有报应。老话来讲嘛，不是不报，是时候未到。我就想不通，你说这高玉良多明白的一个人啊，那他怎么也腐败掉了呢？哎呀，是啊，谁想得到？这人可惜了。主要是吧，这亮平和小爱有好多事情，他也不跟咱明说，咱也不是十分清楚。不是他能跟你说吗？你儿子办案的时候跟你说过吗？就我办案的时候，我跟你说过吗？常识问题。哎呀，我明白，不就这么一说吗？这还不懂？组织纪律，有纪律，这是。喂，东来啊。什么？绑架了？谁呀？王文革？哎呀，你说我，行，我马上过去，我去劝劝他啊。好，对，哎，别开枪啊，千万别开枪。好的，我马上派车接你。怎么又出什么大事了？为了这点股权，王文革把人给绑了。你说我真是防不胜防。行，我过去看看啊。哎呀。老陈啊，你小心点啊！赵总，大风厂的股权问题必须得解决了。您一直在香港，我也找不到您，所以没办法，我只能和司法局的援助律师拟定了一个和解协议书。你们这也太过分了吧！背着我连和解协议都弄出来了。这不是没办法的事儿吗？聪明人得知进退，现在就是退的时候，况且现在不退也不行了呀。退也行，那反正损失你们承担，跟我没关系。赵总，话可不能这么说啊！赚了钱是你的，赔了钱就是我们的。不是你们也没赔呀？刘新建那个7个亿不已经到账了吗？玉龙，你这张口7个亿，闭口7个亿，这7个亿到账还不到2个星期呢，你就提走2亿1千万，对不对？那是我应该得的呀，本来我不就有那35%股份吗？3期正好21亿。话又说回来了啊，要是没我，刘新建那7个亿能这么痛痛快快到账吗？你说是不是，高总？咱做人是不是得凭点良心呢？赵总，真要凭良心的话，工人的股权得退呀。实事求是的说，人家工人从来没有答应蔡成功签那个股份转让协议，那协议是蔡成功自己造的假。之前还有法院的陈清泉副院长护着我们。是，那既然是蔡成功伪造的，你让他负责任呢？你找我干嘛呀？蔡成功已经破产了，现在人在监狱里边，你让他怎么还啊？现在陈清泉也进去了，以后可没人再护着我们了。赵总，从法律的角度来说，一旦法院判决我们的股权转让是无效的，接下来我们要面对的问题，那就会麻烦很多。刘新建这7个亿，必须想办法把它还上。赵总，这7个亿，要不我们就退回去吧？毕竟现在刘新建也进去了。你说你们从荆州把我转到这儿来，有什么必要呢？都是看守所，我又不挑环境，是吧？而且我上次好像已经说过了，只要是你们侯局长不在，我跟谁都不聊，别耽误功夫了啊！侯局长。你想见的人来了。又见面了。啊，很意外是吧？没有。赵局，陈老已经来了，有什么情况再跟您汇报。
真是对不住了，把您请来了。这还客气啥？人呢？在楼上。走吧。董哲，看到来了，有话你说。王师傅，我是陈岩石，你把门开开啊！王师傅，咱怎么办这糊涂事儿呢？啊，咋的了这是？快把人孩子放出来！老陈头，股权的事你最清楚，让他们还我股权。股权的事不是正在谈呢吗？律师说了很有希望，再等一等好不好？耐点心。不要再心存幻想了，没有人会来捞你的。我告诉你，赵瑞龙和赵家救不了你。中央对汉东反腐败斗争非常重视，巡视组已经来了。赵家现在是泥菩萨过河，自身难保。咱们聊聊吧，就聊聊这些天，是不是有人告诉你我被撤职了，不负责你的案子了？刘总是聪明人，你也不想想，就算我不负责你的案子了，其他同志也会负责你的案子的。师傅，我希望您管，我跟你聊天还是聊得比较痛快的，我交代，但是我只能交代我自己的问题，别的问题我不知道。还讲哥们儿义气呢？哎呀，你说你为这事儿，你把人家孩子绑了，这怎么回事啊？人孩子又不知道股权的事儿，我知道。行，你把我做人质好不好？你把人孩子给放了，行不行？不，冤有头债有主，这不关你的事儿。那不关我事，你把我叫来干啥？我说了，股权的事你最清楚。我是最清楚，那不是蔡成功欠你的吗？又不是他孩子欠你的。父债子还，古来如此。老陈头，你知道的，大房股权是我唯一的财产，我知道给儿子结婚，我自己和老婆养老，不然的话，我也不会为了护场被烧成这样的。王文革，我知道你们家的情况，我全知道。这样好不好？我进去，我跟你谈谈，好不好？不是我不退，是这次退的太多了，啊，那吕州美食堂我得退，杜总那儿我退，现在你们惹的麻烦还让我退，凭什么呀？我跟你说啊，就是我们家老爷子来了，我也不听了。这汇龙集团是我赵日龙的。你看你这话说的啊，怎么着？你们家老爷子的话都不好使。赵总，您想想现在是什么形势啊？没人想退，可现在毕竟不一样啊，退一步海阔天空嘛。美龙啊，现在这个世道啊，平安是福。对了，那侯亮平双规了吗？谁？侯亮平啊。想什么呢？双规侯亮平？什么叫我想什么呢？哎，你电话里跟我说的呀。说那高书记这已经答应了，说顶不济也把他弄回北京去。哎，要不我还不回来呢。现在情况呢发生变化了，那两个证人人家找到了，侯亮平现在可以做到人证自清。啊，合着你们合起伙来骗我是吧？啊，把我从香港骗回来是不是？我骗你干嘛呀？我把你给骗了，对高总对我有什么好处啊？不是，你别急，你听我跟你说啊，这件事情呢，我也是刚知道，是高玉良亲自给我打的电话，你琢磨琢磨吧。岳龙，事情到了现在这一步了，你心里边可不能没数。也不是我没数，我这次冒险回来，不就是安排全面撤退的吗？刘总讲哥们儿义气，不愿说，这就等于失去了一个坦白从宽的机会。陈检察官，你来说说，这些日子对汉东油气集团和刘总那10个问题进行调查的怎么样了？好的，侯局长，我们的调查取得了很大的进展，现在掌握的事实如下：一，刘新建在赵月龙的指使下，伙同山水集团的高小琴以大风厂项目名义挪用汉东油气公款7个亿，但是这个项目迄今没有落实。这是拆借，这是投资款，这不是挪用。刘总，你的话留到法庭上再说吧。
2。我接个电话。喂，陆处长啊，忙完了没有？忙完了赶紧回来。顺利完成任务。我和华华现在已经在回来的路上了。侯局长，这一次可是美女救英雄啊！没有和华华艰苦卓绝、奋不顾身的营救，你就完蛋了。真夸张，有那么严重吗？